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当辉达的黄仁勋今天宣布了海外总部就在台湾的北士科，而且承诺要打造台湾的 AI 基础设施。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酷的这个动画，是一个飞船降落到台湾，而在这个很酷的动画背后，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是台湾产业因为这个辉达的总部要出现了翻转。我们过去台湾都是制造代工为主，而今天辉达总部来到台湾之后，设计、生产、实践或许都会在台湾发生，而这些话的依据就在于黄仁勋演讲的主轴 AI 实体化。什么叫 AI 实体化？我们过去所用的 AI 都是在云端上面，包括你用的 ChatGPT 等等。而实体化，除了你可以想象到机器人之外，无人车，甚至飞天车，甚至我们国科会的超级电脑台湾山3号，甚至鸿海在高雄的算力中心，它要打造的是全自动的 AI 工厂，而且要满足这些梦想，必须要有台湾的台积电，必须要有台湾的供应链，等于辉达跟台湾紧密的结合。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台湾成为第一个 AI 实体化的前线基地，接下来就是要复制这个成功模式，并且把它发布到全世界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世聪，我今天看到了黄仁勋的演讲，最让我吸睛的是什么？第一个，确定要落脚在台湾的北士科了。第二个是什么？那个飞船动画也太酷了吧！对，降落下来的时候，我原本讲说酷，对不对？背后意义是什么？它难道这个飞船也代表一件事情？台湾过去的制造代工，现在要完全翻转。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哦，叫做 AI 的实体化。AI 的实体化会因为辉达总部而来，在台湾彻底实现吗？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动画，这个动画是今天黄仁勋呢，他在这个演讲大会上面展示的，最后宣布了，就是他的这个总部的飞船呢，从外太空，然后飞到台湾，降临在台湾的北士科的这个画面。哈，那你讲它降临在北士科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代表台湾是未来辉达非常重要的布局所在地。第二个是什么？他今天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呢，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现在人类啊，用这个电力或是用网络，这个跟呼吸一样。对，他说未来的 AI 就是跟电力、跟网络一样，无所不在。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工业的革命的再次降临，而且 AI 的投资会非常的多。所以他就说了，哎，你不要把我们这个辉达叫做说我们是晶片公司，没有，我们叫做AI 基础建设公司 ，AI 基础建设公司， AI 所有相关的东西，包括说晶片啦，或者 AI 有电脑所用的啦，机器人所用的啦，自驾车所用的，因为无所不包，工厂什么我都可以用，所以你不要叫我是 AI 这个，我是什么 AI 晶片公司，我叫做 AI 基础建设公司。所以呢，他们未来的目标会要帮每一个人哦，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东西都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 AI。譬如个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小 AI 的这个人在我们旁边，或是小 AI 助理。公司也会有 AI 化，所以未来的世界是相当的庞大。所以他讲什么？他讲说未来这个产业是兆元等级。好，兆元等级，他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而且他把总部降临到台湾嘛。所以你知道，全世界只有2个总部，一个是在这个美国的圣荷西，另外就在台湾。你就知道台湾地位是多么重要。另外一个，他今天又展示了这个所有的背板，对不对？他的 AI 大阅兵里面的这个状况。对。那这次来说的话，多了非常多。去年包括说，像去年有43家，今年已经有122家。43家到122对，家。那涵盖台湾的这个晶片制造啦、伺服器制造啦、机器人还有自动化啦、冷却啦、电源解决方案啦、AIPC 还有边缘运算，甚至连我们的金控公司。国泰跟这个所谓我们的玉山金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呢，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越来越多，甚至连我们国家都要准备要跟辉达合作，等于是说他这一次来台湾，总部盖下去，深耕台湾的同时，告诉你什么？台湾未来更是全世界 AI， 你只要发展 AI 的时候，全部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因为事实上这一次等于是说对台北的这个房地产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利多的这个状况。好，那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它的选址条件来说，第一个他说至少要有3公顷的土地，大概1万坪嘛。那我们知道北士科这边有3点多公顷，所以是符合的这个状况。那另外要有3到5层的低密集度的建筑，因为它本来土
地高的话，它盖的位置，因为这是它在辉达的总部本来就不高，所以它也可以盖成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建筑外观的话，复刻这个所谓总部的这个造型，然后交通便利，事实上士林当地的话，交通也相对的便利，生活机能的完善的话，商圈完整，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未来会慢慢的完整。所以等于说，你看它落脚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还说什么？黄仁勋还说啊。辉达总部可以说我们辉达的这个新群啊，不过我们也做到不错的交易，不过价格有点贵就是了啦，还抱怨一下。对，那贵了点哦。然后，但是说，毕竟啊，顶级的不动产就是顶级的好。那我们讲这个总部来说，降临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说，这个不是就 T17跟 T18吗？好，那这 T17跟 T18的话，我们可能过去印象中，就是因为柯文哲牵涉到这个相关的弊案的问题嘛。好，不过这一次来说的话，我觉得会不会成真呢？第一个，他目前为止要跟星光金、台北市政府以及这个辉达3方面如果做个协调之后，法律问题能够解决的话，马上就可以解套。解套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照你知道，这个北士科这个地方过去呢，我们台湾有2大我们台北市有2大工业区，一个就是内湖，另外一个就是南港。如果北市也弄起来，北士科弄起来的话，等于是3个工业区这样子，然后串成一个叫做工业廊带的这个部分。然后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真的假设去的话，这等于是让北士科原本的这个地方有谁进驻？有人保啦，包括说像这个附近来说的话，在关渡还有这个华硕集团嘛，然后在这个士林原本有英业达集团，这些都是它的供应链，所以它会有个区域的效应。对，没错，再加上原本在这边的人保，所以等于是它在这样子整合下去来说的话，它会对当地的这个房价或者对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带来跳跃式的这个状况。好，今天黄仁勋还有特别点到一件事情哦，除了携手鸿海、台积电之外，国科会也在里面。对，没错。事实上，今天的这个看点来说啊，它其实如果辉达是产品规划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重点是怎么制造出辉达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你看到事实上，今天黄仁勋有放一个影片，这影片来说，从一开始的晶圆制造开始，从一个矽晶圆。然后到 TSMC 台积电去帮他代工，然后紧接下来的话到日月光啦，到矽品去封装，然后晶圆店去测试等等，然后一路过程，然后做成这么多零组件过来之后，做完零组件过来之后，怎么透过这个组装的功能送到富士康，或是送到这个所谓的所谓英业达，或者送到所谓的伟创去，然后开始慢慢组装成一个机台。这个机台来说的话，就说就构成了这个他说 Blackwell 的这个 NVL72的这个机台。好，那他展示了这个 NVL72的这个机台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机台约莫大概快要重到1-2吨重左右，1000多公斤嘛，哈。那你知道这个机台里面来说的话，赵和你知道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机台，对，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可能是数1数2复杂的机台。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我跟他讲，这个机台里面来说，赵和你知道有多少个零组件？我们汽车大概有10万个零组件，我们手机大概有2万个零组件。这里面那个 NVL72的这个所谓伺服器里面有120万个零组件，120万个零组件。所以你要说这个分工之细之复杂，你看一下他们在组装的过程，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NVL72的这个工程。好，那除了120万的这个零组件之外，你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电线嘛，对不对？电线，知道你知道电线要多少吗？电线就是高达2万英里2万英里2万英里你知道2万英里我们密密麻麻的，我们要乘以1.6是3.2万公里万公里然后里面他说有多少电晶体？有130兆个电晶体，所以等于是说。这都是我们讲这些数字，你会觉得很无感，但是这都是很难做，这不是一般人。他讲的就是这不是一般人、一般个国家能够做出来。那台湾拥有所有零件，所以台湾的生产供应链是无可取代。在黄仁勋秀出这个影片，告诉大家的意义就在这边。好，那除了他的这段影片里面怎么做出这个 NVL72的这个机柜之外，另外一个他讲到他准备要跟鸿海、国科会还有台积电合作，要打造台湾的 AI 基础建设。我们要这一次他去这个中东，不是说这个中东国家全部都要打造自己的 AI 国家的这个国家队，他等于是也要跟我们国科会合作。我们国科会目前有非常多的这个超级电脑，那除了现有的超级电脑之外，未来可能也要跟辉达再打造另外一座新的这个超级电脑。那当然，包括鸿海也准备到这个南部的资料中心去扩充啦，甚至连台积电也准备要合作。所以呢，他现在等于大举的在台湾呢做这个所谓基础建设的这个部分。好，那除了做基础建设的部分来说的话，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雄呢，可以说是在整个 AI 实体化进度最快。为什么？因为辉达，我们今年的这个
辉达在这个所谓的美国加州所举行 GTC 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就有去嘛，就去来说，我们就讲，事实上那很多人就说，那我们 AI 到底用来政府能够做什么？事实上，这个高雄就给你一个示范。高雄有一个计划叫做灯塔计划，那灯塔计划要做什么呢？灯塔计划简单来说，就是用辉达的这个视觉模型之后呢，然后把所有高雄市的数据完全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一个推估。简单来说，譬如说像我们知道说有什么意外事件的时候，譬如说像汛期的时候的水位监控，我们从上游的资料到下游的资料，然后能够推估出来，这可能未来哪里会淹水，哪里不会淹水。包括土石流的监测，这些都需要影像，然后再把它这个 AI 化之后就可以弄出来。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目前为止在训练，就是 AI 的整合应用，什么意思呢？我们我们目前为止不是有非常多 camera 不是都可以照到非常多车祸的影像吗？对，而且它还可以做什么？它可以作为交通局的车流计划，到时候什么怕塞车什么都可以用 AI 实体化去应用了。就是我们用 camera 出来之后，你看你可以做这个车流的这个计算，然后警察局也可以用，消防局也可以用，然后交通指挥，然后车辆违规与否啦，车牌辨识啦，还有救护车派人这个救人等等的综合测试，甚至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试用过，因为我们知道春节往往就是人流会非常多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生成式 AI 推估说，怎么引导车，然后怎么引导人的流动，然后让整个这个人员没有受到阻碍的这个状况，所以他说这个主权 AI 是相当巨大的。好，那除了 AI 我们刚才讲到说，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造园宴里面，大家都想要去跟黄仁勋坐在这个他的造园宴里面嘛，哈，那这次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人，就是这个陈瑞聪。陈瑞聪是谁？他是人保的这个总经理。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说，人保好像永远缺席在造园宴里面，这次就去了嘛，哈。而且这次为什么找他？因为他非常需要我们台湾。是我不管是怎么样，你人保就过来给我帮忙。没错。今天我要实现我这愿望，是台湾通通动起来。对，那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这个我们知道魏哲家市长。好，为什么？事实上他这几天被问到说，听说呢，这个所谓我们这个台积电呢，在美国厂要涨40%的价格，涨40%价格，他说什么？他说很合理啊，这个愿意啊，我们愿意为台积电负担，愿意买单。他说台积电的这个价格虽然贵，但是非常合理。所以也就是说，他显然非常看重台积电。那为什么非常看重台积电呢？因为他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个 Blackwell 系列来说，他要用一个封装技术叫 CoWoS L。好，那不论是过去的 CoWoS S， 或是 CoWoS R， 或是 CoWoS L， 这都是台积电的独一无二的技术，就是只有这一家有，别无分号。所以我就跟你讲。因为台湾有太多东西都是只有台湾有，或是只有台湾能够做得好，所以呢，黄仁勋再怎么绕来绕去的时候，他的 AI 基础建设或是他未来的 AI 梦，始终完全都是围绕在台湾打转的一个状况。宇轩，为什么说围绕着台湾打转？因为现在黄仁勋跟台湾是紧紧结合在一起。什么叫 AI 实体化？我再讲一次，杜拜将在2026年，它要推出一个叫做飞天计程车，现在已经2025年了，等于是明年要推出时速320公里。白兆和虽然说呢，我们大家就很惊艳，说AI 实体化到底怎么样？其实川普有悄悄的爆雷了，大家不要想说他去中东的时候跟人家签协议的时候还打瞌睡，不对，他那时候就除了讲的是所谓的500兆瓦的这个我们讲资料中心之外，也要大幅度包括 Oracle， 包括 OpenAI， 包括 NVIDIA。突然间念了一堆美国公司，而这些公司也不是晶片制造公司，说要进行合作，对于 AI 的发展。所以各位，未来所谓的 AI 实体岛，不只是在台湾这边，中东我们讲那边也会成为一个发展据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现在中东呢，他们有一个 G42， 他们G42这家公司呢，就打算说先把 F1 赛车，把 AI 相关的数据全部纳到里面。各位你不要误会想说 F1 赛车它不就是车子吗？跑很快吗？不对，因为它整台车子在跑的时候，过去本来就有相关的电子监控它每一个数据，比如说它轮胎的耗损度、它车身的稳定度以及驾驶的状况，本来就用这些数据呢来去做监测，但未来会把所谓的 AI 以及相关的人工智慧，通通纳入考量，它可以干嘛？甚至可以推估未来，比如说它在几分几秒之内，未来，对，这才最重要的事情嘛。因为我如果只是看到现场发生状况，那来不及了。对，等于说我把数据掌握之后呢，我做模拟的推估，比如说孪生的推估，我就可以知道说，未来可能在几分几秒之内，它最好的状况是这个时候先进站换轮胎，或者说它需要做什么，那这个驾驶它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这个车辆呢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微调，它可能看到它磨损、耗损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再透过过往的人力来进行监控，而是全方面的透过 AI 呢来进行去做出更快、更准确的。所以各位，这坦白讲他们说这种边际效应的发挥会比以往来的高更多。所以搞不好我们到时候就有机会看到，在这个中东呢，它的背后所掌握的这种 F1 赛车突破天际。但你说宇轩，
可是 F1 赛车我又不看，你跟我讲干嘛？好吧，计程车你总会搭了吧？总会搭了。哎，对，来 ，G42，我跟你讲啊，它不是只管个 F1 赛车，它底下有一个叫做 Bionut， 这个叫做无人计程车，他们最近也把它公布了。请问一下，计程车的英文叫什么？叫 taxi，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taxi 嘛，它这个叫什么 ？TXAI， 后面就是 AI 2个字，意思说我也是 taxi， 但是呢，我是 AI taxi。各位，你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整个中东这边它要全方面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一台真的会上路而且可能在1到2年之内，对，这时候跑出来了。为什么突然讲到说要跟 Uber 合作啦，跟 Tesla 合作啦等等的？就是代表他们要启动所谓的无人计程车，而这个无人计程车它厉害在哪里？第一个，它除了说我们讲的它的算力之外，最主要的说它会把所谓的影像系统，比如说路边的影像，过去呢是采取使用光达去感测嘛，那包括它的视觉，包括它的听觉，包括它的车载以及相关的摄像头，全部干嘛？它会把它统整在一起。那也是一样用这种 AI 的方式来去运算，而且运算它不是只要会开就好了，因为你如果有看过现在的自驾系统多半呢它就是顺利的沿着这个路去跑看到人红绿灯要知道停下来，但它不是，它要求更高。他说我们要计算最佳化路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准确，但是再怎么快，我跟你讲系列嘛是招美牙回连机啦。OK， 他现在跟你讲说，我杜拜呢不只是在地面上，我这个要变成是这样，我还要推出一个叫做飞天计程车。这个画面很吓人而且是明年就要推出的飞天计程车，真的有人敢搭吗？那当然敢。为什么？所谓的载人的这个呢，它总共可以载4个乘客，但是呢，它的价格绝对会让你傻眼。你想说，哇，杜拜人这么有钱，会进如土，会不会搭一趟计程车要1万块、2万块、10万块？没有，他说我们未来这个叫做 Joby Aviation。OK， 它的这个飞天计程车，它的费用只要跟 Uber 的我们讲的 Premier， 大概我们讲尊爵不凡版差不多，2500块台币就可以有了。所以我想再贵，能给你3000块。那3000块是什么？你高铁来回票就有了。对，所以很便宜，而且它的目标标的呢，它现在都已经开始设计它的路径了。比如说呢，我要从我的市中心到机场，我把这条的路径跟它的航空权先把它自控出来。那未来呢，等到2026一上路之后，也就是明年，我就会开始用，因为这台无人机它已经开始在试行了。其实它叫做飞天计程车，但你知道它已经跑多久了吗？它已经跑6万公里了。它已经试飞6万公里，已经在飞了6万公里了。对，所以你就知道杜拜这些人包括我们讲阿拉伯这些人，对 AI 他们是多有兴趣，一直想要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我们讲阿拉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没有这些软实力跟硬实力，所以后面当然有谁？有美国在挺嘛。所以川普今天去只是做一个签订的动作。他过去这个 UAE 也是我们讲的阿联酋，它有一个我们讲 Stargate 这个计划。那大家不禁想说那跟那个美国的 Stargate 有关系吗？对，还真的有关系，好不好？你看后面有谁？有 NVIDIA， 有思科，有 OpenAI， 有 Oracle， 有 G42， 这个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的阿拉伯公司。未来呢，他们会直接把中东这个地方开始打造成一个战略据点。除了我们讲到的我们讲500兆瓦的这个资料中心，它是作为一个运算的一个大脑放在那边之外，最主要他们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这个500兆瓦，而是它透过边缘运算的方式，如同你看到，它可以实际上在整个都市上，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高雄全方面的监控？你以为杜拜没有吗？绝对会有，智慧城市他们的梦想。所以各位，你想想看，黄仁勋今天一直在强调说，他可以去取代呢，现在人力缩减当中劳力不足这个地方，而对于杜拜来讲，有的是钱反而不是人。所以在钱多的状况下，如果 AI 能够帮他们做一切服务，到时候真的是尊爵不凡，难以想象。国正，我们刚刚有提到什么叫实体化 AI？ 我们刚刚在中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估未来台湾会长什么样子。尤其黄仁勋之前是有讲，如果实体化 AI 可以解决掉的是人力的问题，那解决人力问题最重要是什么？我刚开始提到。辉达跟台湾是紧紧相连，为什么？因为黄仁勋要实现他的梦想，他要实现这个所谓的 AI 实体化梦想，甚至把台湾打造成一个 AI 实体化的岛，去输出到国外。他没有台湾的供应链是不行的。是的，真的，他没有台湾不行。我们光这个传输系统好了，跨过1G以后，就是中国就不准做了，因为传输系统中国不准做。那刚才提到了，以后飞天车要往天上飞，机器人光机器人5年内就有13亿个要上路，可以马上实体化。再来是飞天车，我们以汽车来讲，汽车1年是1亿辆的汽车，光10%开始自驾化，那是多大量？所以黄仁勋这一次说，未来 AI 运算跟 NVIDIA 的运算是10年要成长100万倍， 100万倍。所以他今天
天就推出一个新的传输系统，叫 NVLink， 就是史上最快交换系统。为什么？因为你光看，这么多车子，这么多机器人如何沟通，大量的算力，那晶片算再快都没有用，因为你台积电往2奈米、1.6奈米推动的时候，资料会卡在哪里？卡到传输系统。所以他今天讲 NVLink 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现在可以传输系统到7.2 TB， 那什么概念？就是我说了，在1GB 1 G 的时候，就传输1 G 的时候，中国就禁止，美国就禁止中国继续做那个，那一条其实才$1。那因为所有的伺服器交换，全世界就很怕什么？中国植入木马程式，在到后门偷资料，所以2年前就开始跨入了400，再来800。那时候就开始是台湾做，而且这些工厂都必须移回台湾，禁止中国做。结果现在已经黄仁勋这次推出了7200G， 你看它成长了7200倍。那我告诉你，成长那么快，都是台湾队的。整个供应链有150家，所以他想要找别家也没用。从台积电一路什么细光子传输，就是以后的传输系统，其实不是用铜，而是从晶片就开始植入传输系统了。从晶片到晶片模组，台积电、鸿海的讯芯，到传输模组，像波若威、像华星光这些，看联军这些，一路做成线，变成嘉必奇跟嘉陵这样的业者。所以整套系统，没有台湾不行，因为中国也不能做。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多实体化的时候，传输速度10年100万倍。传输也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要靠台湾。再来，我们看到中东真的是疯了。你看到数字的时候，你真的无法置信。除了车子往天上飞，可是车子往天上飞之后，需要什么大量的 AI 算力？他只能买，他买的是什么？当然要买台湾。所以甲骨文最新的宣布出来，他也要跟进来，他要跟 OpenAI 拼，将在阿布达比盖一个资料中心。我听到资料中心，当然大家都在盖，可是它的资料中心竟然达到10平方英里，都快要比一个小国家还要大，比摩纳哥这些国家的小国还要大。所以它耗电量要什么？要盖5座核反应炉。所以台湾赚的，黄仁勋不只要靠台湾去做这么多 AI 的伺服器、AI 的晶片、AI 的。其实光这个也是台湾技术。这一次 Computex 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么大的电力代表什么？散热很重要，所以我们台湾艺人跟全方位散热很重要。你这么大10平方公里，散热有多大？再来是高密度的伺服器的电流管理。我们把一个数字算了，如果能够用散热系统做得好，再来电力管理好，如果能够省20%的电，就是省下一个核三电厂，就不用去讨论核三，因为盖5座，省20%就是1座核电厂了。对这些国家来讲多重要，偏偏电力管理系统还是在台湾台达电跟光宝科，我们专门在做的，而且是从 AI 一路跟着黄仁勋做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坐在里面嘛，看到那个赵妍妍，台达电的正品就坐在后面，他的。光宝科的总经理也在那边，邱生斌，那所以都在里面的时候，台湾还是只有台湾来做。再来，我们看你刚刚讲到实体化，所以实体化之后，整个产业链就会完全打通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士林科？当然这里有一个很大好处是树地最多、土地最多嘛。可是你把它邻居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邻居也不同啊。现在士林科已经有英业达、和硕跟人保都在里面进驻。再来内湖科学园区的边上，联发科在这里。我刚才讲了 CPU 传输系统，联发科也在做哦，所以不是做硬体哦。所以联发科的员工到辉达上班非常的近，所以大量都跑到辉达去上班了。再来，台达电跟光宝科也在这里，然后南港还有声音，所以整个变成什么？串成一个 AI 廊道。所以 AI 新廊道以后可能在这里，全世界最强的 AI 新廊道。全世界最强的 AI 新廊道就在台湾。对，连张忠谋也住在这里啊，所以张忠谋以后要拜访张忠谋也很，因为他比较快一点嘛，他就住在这一带上面，所以拜访张忠谋跟他吃饭也非常的方便。但是这个变成是全世界最强密集聚集的地方。再来实体化，还有个大商机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机器人跟无人车之外，工厂以后也会变成都是机器人？因为台积电说5年会有13个亿个机器人上路，对，其中有6亿还是人体实体的机器人，像人哦。那工厂就会自动化，所以这一次辉达跟我们的鸿海跟国科会打造所谓 AI 超级电脑基础建设，做的是什么？在高雄的大寮的核发工业区就有密集，因为他在里面做什么？做孪生工厂，在高雄市做孪生工厂，也就是说他在里面做电池芯，其实是已经开始用 AI 去模拟了。我要模拟出自动化工厂，机器人怎么做，人跟机器人怎么做都在里面。所以不止以后不是输出，我们不是在卖所谓的电池而已，我们卖的是
整套全部的自动化工厂，所以包括台达电、技嘉、台积电、和硕、广达都在投入未来的把全世界的工厂更新。整个计划会价值5兆美金它需要是什么？黄仁勋自己不会造工厂，对，谁最会造工厂？鸿海跟广达最会造工厂，所以他们不只是造伺服器哦，他们是把造伺服器的工厂变成是 AI 工厂之后，再卖给你怎么盖。我们不是只是卖硬体哦，我们可以卖模组。所以我们在看这张表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台湾为什么着重要，它为什么一定要来台湾。我们来看专利数就可以看出来，台积电8000多个，联发科3200多个。我们都说，做代工的，广达有1419个专利。我们再来看人保有1000多个，鸿海3000多个专利，台达电2300个专利，都是专利，都是卡住每一个。就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解决电源的问题、散热问题，要找台达电；我们要找工厂设计问题，找鸿海；我们要找 AI 伺服器，找广达，找和硕，还有伟创也在这里。所以台湾等于怎么样？我不止在做 AI 硬体喽 ，AI 实体化之后，我台湾变成是一个 AI 实体化的国家，向全世界卖 AI 的技术跟相关实体 AI 的样子，或者是你真的需要 AI 的机器人，你真的需要 AI 工厂，我们就卖给你。所以到底是台湾需要黄仁勋，还是黄仁勋需要台湾？目前看起来，两个当然是我们都是鱼帮水，水帮鱼，对，是。台湾其实是黄仁勋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没有台湾，它真的不行。廷伟，如果今天台湾真的被打造成一个 AI 实体化，复制到全球的时候，有一个人口水一定会流下来，这个人叫做中国，这个人叫做习近平。为了要防止晶片扩散，你看到了，这是美国跨党派的众议员周四在众议院提出的晶片安全法。简单来讲是什么？他把高阶的 GPU 跟 AI 的晶片在180天内设置位置追踪的机制，确保技术不会流入特定的国家，等于是在晶片放了 GPS， 我都知道你把晶片流到哪里去。同时，今天黄仁勋也有说，没有任何 AI 晶片被转运到中国的证据，原因是什么？他认为说，他最新的像是 Grace Blackwell， 他认为说什么？它很重啊，它将近有2公吨，等于什么？2000公斤这么重。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全部这样看起来，都是在打中国啊！我不会让中国拿到你任何一张的晶片啊！那就代表说，黄仁勋早就嗅到这个川普政府，他们本身来讲也是希望能够对中国采取晶片上的限制哦。所以你看到，在国会来讲的话，当然加装这个所谓的 GPS 的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晶片的流量最后会不会流到中国去，然后甚至于说接下来可能会启动调查，甚至有罚则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国会在做的事情。黄仁勋应该也嗅到这个味道，当然黄仁勋当然会对自己的公司来做辩解嘛，对，他会第一讲说他的东西来讲，先进的东西来讲的话，重达2公吨左右，为什么不会有人像说放在口袋或怎么样直接带到中国去哦？但事实上，他的东西其实也有可能，有些人会想要拆解掉说拼装车的概念，然后再一步一步送到中国大陆，也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嗅到那个味道。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次他到中东去哦，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台湾来讲的话，真的是知识体大哦。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等于说川普在帮他找那个替代市场，对，因为本来来讲，黄仁勋一直在想说中国市场怎么办，中国市场很大。那结果川普帮他找了一个替代市场，那就是中东嘛。而且甚至于说中东以外，如果成效不错的话，其他的地方说不定，比如说南亚或者很多其他地方，以后黄仁勋还可以大赚钱哦。这是一个。再来是他也嗅到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就是说台湾来讲的话，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晶片的联系来讲，他为什么今天愿意把它放在这个北士科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代表说，一个美国政府首肯的情况之下，他才有放在这里来首肯。对，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他随便哪一个地方可以放公司啊，或者是放工厂啊，这个背后来讲，一定美国政府一定点头的，那就代表说川普已经认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概念。而接下来我们知道说，美国商业之所在就是美军之所在嘛，不是吗？所以以后来讲的话，就是怎么处理台湾的安全问题，就是川普任内来讲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黄仁勋所凸显出来的，不是只有单独只是一个设工厂的问题而已，还有涉及到安全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他今天来讲的话，台湾以往来讲的话，跟中东的联系就只有石油、天然气。对，过往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邦交国在中东啊，比如说约旦的不错哦。所以接下来的话，台湾跟中东的联系已经不是只有单纯石油跟天然气而已，说会越来，还有所谓的晶片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黄仁勋这个晶片来讲的话，以后它生产出来，不见得从美国出货，它可能在台湾出货也有可能了，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
整条从中东到台湾的所有航运，包含经过马六甲海峡，这需不需要顾及到安全上的议题？已经不是单纯运石油到台湾来，或是天然气到台湾来，还有包含如果今天台湾被封锁，如果被中共解放军封锁的话，那这时候会不会中东国家也关切？一定会嘛。所以这整套来讲的话，整个戏码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黄仁勋这个在这里设厂这个动作，以及包含说他跟川普之间的关系哦，他不仅仅是魏哲家跟川普的关系，现在又加上黄仁勋跟川普的关系，而且黄仁勋等于是做面子给川普，你知道吗？川普不是在酸那个库克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未来来讲的话，台湾地位真的是越来越重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